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石口袋，我是鱼竿。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天。今天回家的时候，在附近的机车上看到2只小三花，好可爱哟。然后昨天欧丽尿尿在被子上了。题外话，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我的5个超能力跟我的5个弱点。大家可能会想说，我们又不是什么在漫画里的世界，我们只是一般的普通的人类而已。我对这种能力的定义是10个人里面大概只有1到2个人可以达成，我就可以把它称之为超能力。然后这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从以前小时候到现在，甚至我觉得10年内都不会再改变的一些事情。开始吧，我们就从弱点先开始好了。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跟我一起看看，是不是自己也有这些弱点，或者自己也有这些优势，或者其实我的弱势呢，跟你刚好相反。首先，我的第一个劣势，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。我所谓的一心二用，就是同时做2件事啊，不然嘞，如果今天要我边看影片，然后边跟人家讲话，我办不到。然后，欧丽想干嘛？想尿尿吗？欧丽，不行。假设我今天在看一篇文章好了，或者我在跟别人对讯息，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的耳朵会听不到。它不是说真的听不到的那种，而是你听的东西就是左耳进右耳出。很常我身边有些人就会比较火大说，为什么我在讲话你都没在听？那是因为我没有听到啊。我如果要把那件事情做好，我就只能专注在那件事情上。以前我在要考试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听音乐。我听音乐不是为了要让自己沉浸在音乐里面还是怎么样，而是我的心思就会非常的专注在我要念的东西上。但是如果今天旁边有人来来去去讲话啊，我的脑袋就会不小心帮我分配一些专注力过去。我现在的处理方法都是，只要有人在跟我讲话，我正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跟他说，你等我一下下，然后赶快把我要做的事情结束或者是暂停，我才能回去再跟这个人对话。第2个劣势就是我吸鼻子很大声，大家在频道前面可能很少听到，可是如果你在其他人的影片或者是有一些我日常的 vlog 什么，大家都会听到这个声音。它也不是吸鼻涕，也不是鼻塞，其实我是可以呼吸的，可是我就会一直发出这个声音，而且是没有意识的。当然，这是因为我有过敏性的鼻炎，鼻窦这边都会很长的发炎，也不会流鼻涕或是怎样。我会鼻塞是因为我的鼻息肉非常的肿大，把我的鼻子堵住。但是很长，我发出这个声音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鼻子很痒，可是我又不想要用我的手去戳我的鼻子，或者是揉我的鼻子，我不想要碰到我的手啊，感觉就是细菌就会进到我的鼻子，所以我就会下意识的用这种方法来抓痒。这是不是有鼻炎的人才可以懂我在讲什么？就是其实这个是抓痒的动作，就是这个时候我的鼻子里面会产生震动，震动呢就可以类似于瘙痒的感觉。没有办法接受人家一直吸鼻子的人来说，其实超级烦躁的，会想要问你说，你需要卫生纸吗？你感冒了吗？你鼻子还好吗？真的还好，我只是在抓痒。我的第3个劣势是我有1点强迫症。可是如果你是我的好友，我身边的好友，他就会觉得我不是1点强迫症。我在看到一些比较整齐秩序或是舒压的时候，我会感到很舒服。但是当它不是那么的整齐，或是不是那么好看，没有那么有条列之类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不舒服。就是我会有一个视觉上的强迫症，就算我的东西很多摊在桌上，我也会把它一个一个放成有排队的样子。再来是一个解谜的强迫症，大家上次看到我拼图的那一次就知道，数独啊、智慧锁啊、拼图什么东西，我一旦开始了，我要么就是放弃，要么就我一定要把它解完，我没有办法中途放弃。我的强迫症甚至是我一定会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做完，听起来好像是优点，但是其实它对我的生活造成了某些困扰。因为像是我今天我想要买一个刚好 size 的篮子，我有在 IG 的限动 po 过说，我找一个篮子找到凌晨3、4点，那一次就是我觉得我强迫症犯得很严重的一次，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能找到，所以我就拼命的在网络上搜寻我需要的东西，一直找，找到半夜了，找到该睡了，我都停不下来。然后像是我想要找到一个图片，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梗图，我就会想尽办法用各种的关键字，然后各种以图搜图，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好啦。就是我会想尽办法去找到它，没有找到它呢，我就无法停止我现在要做的事情。即便是我等一下有约，或者我已经迟到了，我都
没有办法很理智的去停下我正在做的事情，不管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多无聊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到底是怎样啦？好了哦，好了哦，太活泼了哦。然后我的强迫症还包含追剧，这个是最让人痛苦的强迫症了。像是我前几天看完《爱的迫降》，我就会一定要把它全部追完才睡觉结果我那一天就看到了3点多，我一定要看到它到一个段落，我才会停下来。但是你知道这种剧，它不可能在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停下来，它一定是要发生什么了 ，OK， 要下一集了，被我的强迫症搞到都不用睡觉了。再来，我的第4个弱点就是我很容易尴尬，但是我的尴尬是有特定情况的尴尬。我跟工作上会碰到的朋友，或者是经由朋友介绍的那种不认识不熟的人的时候，我不会到那么尴尬，我会知道我要笑，我会知道我要回答问题，我会跟他对答。但是今天如果我是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，而且我也没有必要跟他互相认识的时候，我就会超级尴尬，甚至表现得像个智障。生活中最常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什么？结账的时候，不管是便利商店还是吃的，我超级讨厌结账这件事情的，因为我只要跟柜台讲话，我就会变成一个低能他可能问我要不要加热的时候，我就会说啊，要不要加热？要，或者是需要塑胶袋吗？然后我就说哈什么？好，我会瞬间失去我的一些社交能力，但是点餐这件事我还可以，因为点餐是有目标的，我不用回答问题，我只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就会直接回答。但是如果今天是结账的人，他桌上有上一个客人没有的东西，我就会很畏缩，这个不是我的，就是丧失社交的能力。从我有印象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一直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任何的服务业工作，然后你认出了我，然后你发现我没有这么的应对自如的时候，那是真的，因为我在遇到店员的时候就是会这样，我也很不想啊。最后一个弱点就是我的小拇指超短，我量一下我的小拇指给大家看哦，4.7公分。然后我这边有跟工作室其他人的比较，哇，你的亮晶晶的。就是我的手本身就已经很小了，小到我只能用小手机，没有办法使用大手机。我的小指头更小，你看我的小手甚至无法超越我的第2个指节的一半，而且它对我的人生的确是造成过一些困境。我以前其实是有学钢琴的，那你知道钢琴里面有一个初学者要知道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跨八度。很多首乐曲乐谱呢都会要你跨8度音去弹，我没有办法，当我压那个8度音的时候，我的大拇指在哆，然后这边会碰到 re， 这是高8度的哆，然后我会按到下一个音，所以它在我弹钢琴期间就会造成我很多困扰。随着你技能越来越高了，你会需要跨8度的时候会越多，我做不到啊，我先天上有这个缺陷啊，所以我后来很不喜欢弹钢琴，我也一直没有跟我妈讲，反正中间后来就为了读书就放弃了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5个劣势，那我们终于要来讲我的5个超能力了。首先，我觉得我最厉害的一个超能力就是没有近视。真的没有近视，我也没有去做过雷射，我也没有戴隐形眼镜。我这24小时内都会至少花5个小时去滑我的手机，甚至我上礼拜5花了8个半小时在滑我的手机，更不用说我用电脑的时间多长。我会在客厅看 Netflix， 在吃饭的时候也会看 YouTube， 玩电脑的时候我会打LOL，弄影片、审影片，然后跟剪接师对谈，然后谈商案的东西。我每天花了超级多时间在使用萤幕，更不用说我是双萤幕，而且我很喜欢在灰暗的地方使用萤幕，这真的是超不好的示范。大家记得一定要在明亮的地方使用手机或是其他3C 产品，不然对眼睛是很伤的。然后我的眼睛目前是 1.0 跟 1.2， 这个大概是半年前的数据，但是我这一阵子没有觉得我的视力有任何的退步。我们姑且就把我们的眼睛当作就是一个正常健康的视力。其实很小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为了要戴眼镜，然后拼命的看电视，把眼睛看坏掉，到了长大会后悔。殊不知我当初也是那一群拼命的看电视，想要把眼睛弄坏的人，甚至我晚上会偷开电视、偷开电脑来玩。照理来说，我的眼睛应该已经坏掉了，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坏掉。到后来我才发现，我身边所有戴眼镜的人都在哀嚎，所以我有一点庆幸啊，我有这个能力。到后来有几次我在滑手机的时候，滑一滑，滑很久以后，抬头的时候就发现这世界雾雾的，就是你的眼睛对焦没有办法转换的很快，就觉得啊，这天终于还是来了，我终于还是近视了吗？但是当你这样想的同时，这世界又清晰了起来。
再来我的第2个优势就是我的柔软度超好。我的柔软度并不是劈腿或者是下腰这种，而是我的坐姿体前弯的这种柔软度。我以前小时候坐姿体前弯可以达到41、42公分，其实我也忘记了，可能年轻的时候甚至有到46，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有40这个数字。然后我去查了一下，40好像就已经是金牌的数字了，随着年纪越大会越来越减少，所以我不确定我现在多少，毕竟我身边没有坐姿体前弯的那个机器。不过我在双脚站直的情况下，可以往前弯到手心碰到地板，而我身边大多的朋友或是同年龄的其他的伙伴都做不到这件事情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也可以碰到地板，就是要手心啊。你脚弯了，并且我的这个能力是被推拿师认可过的，因为之前我在腰酸啊，或者是菜渣他想要去按摩的时候，我就会跟着去。那个推拿师就会把你的脚这样凹来凹去啊，推来推去啊，把你的身体转来转去啊，他们都会说一句：哇，你的身体很软哦。我的第3个超能力，我的嗓门非常的大。我为了确认这件事情，我去工作室拿分贝机来测。129哎，他跟我128哎，128。而且我觉得唱歌呢，应该也有受到这个嗓门大的影响，所以我可以唱一些比较放得开的歌。缘分让我们相遇，那是意外。我觉得嗓门大有几个优势，一就是可以管秩序。我以前曾经在补习班打工过，我也当过班上的风纪股长。你可以就是直接一个很大声的安静，然后所有人都会瞬间鸦雀无声。而且嗓门大呢，通常可以抢到发言权。狼人杀在这边你吵我吵的时候，等一下你们听我先说，超级好用，因为我嗓门大，大家会优先听到我的声音，所以我很容易就获得了发言的权利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一项优势要非常非常谨慎的使用。像是就有很多观众会觉得鱼竿真的好吵，鱼竿的声音好大声。这个虽然我觉得它是一个优势，但是它同时也是有一点小小的劣势。希望我以后可以更好的使用它。我的第4个超能力就是我没有什么物欲，这个算是超能力吗？我觉得算是我的一个优势。我不太是爱买东西的人，就算是小时候，我有跟干妈认证，因为我印象中我并不是像我同才朋友会有这么多玩具，像是有的时候班上有人带芭比啊、溜溜球啊、战斗陀螺那些的时候，站在其他小朋友的角度会觉得好羡慕哦，好想要。可是这种感觉在我的心里其实没有那么常出现，而且我在很想要、很想要、很想要，大概过了10分钟之后，这个很想要的感觉会不见。我也不会想要买名牌的东西，我身上的东西大多也都很便宜，或者是堪用，甚至是用超过好几年的东西。我并不会一直去买新的衣服。我虽然会穿艾迪达的鞋子，我也会穿 Puma， 我也会穿 Nike， 但是我一双都可以穿超级久，而且没有必要的话，我真的不会买。我通常会买是为了要奖励我自己，这是我自己最近觉得，虽然我很没有物欲，但是我必须要犒赏我自己，做一些对自己好的事情。因为很省的人都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舍不得对自己好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的话，我的人生会缺少一些前进的动力。我有时候买好看的鞋子，我就会给自己说，我可以穿它，但是我接下来可能要努力一点，然后我就会买它。然后像是我要去日本 ，OK， 我这次花了去日本的这个钱，我回来就要工作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要犒赏自己呢，跟有没有物欲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们不冲突。我的第5个优势就是我的排便很顺畅。大家先冷静。大家先冷静，大家听到会觉得这个算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它很重要。这个超能力帮我省了超级多时间。我应该是我所有的朋友里面，所有家人里面，在马桶上花最少时间的人。我从小就有一个称号，就是快便侠，因为我不管是大号小号，我都可以很快的上完厕所。除非我今天可能要在里面整理一些仪容啊，或者是那个来要处理，不然我真的花很少的时间在马桶上。我也很少会拉肚子到坐在马桶上动不了。结果今天讲完之后，明天拉肚子怎么办？我其实没有什么便秘的记忆，有印象以来，我每天都稳定输出1到2次，而且每一次都是形状好看。但是肠胃好，吸收也会很好，所以才会变成这样胖胖的嘛。但即使是排泄很顺畅，我还是会胃痛。但是我觉得它光是帮我省掉很多时间这件事情，我就很值得让它变成我的超能力了。
以上就是我分享我整个人生里面我自己所发现的5个弱势跟我的5个优势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自己其实有一些很特殊的先天上的优势呢？说不定你仔细想想，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超能力。听起来好像我等一下要业配什么东西，但是没有。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你发现自己在听完这些之后，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些优点跟缺点，各找一个出来，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超能力跟弱点。在那你觉得你的超能力是什么？觉得不一定很好。那呱呱，你的超能力是什么？我可以用大拇指夹人。轻松。阿静，你觉得你的超能力是什么？我会忍痛。我猜你的超能力是什么？但是，不要碰我！你要摸一个。南北，你的超能力是什么？收姑养鱼。那我就是无能力啊，我力无出九。好，你的能力就是无能，你就烂。废物就是我运气很好。战日马大赛，你没感受出来他运气很好？我是开司。你只有长相像开司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呢，请记得按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好烦哦。